我与顾慈哑巴配傻子，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夫妻。直到他在大火中为救我被砸伤头，神智顿开，从此一心钻研诗书，不到2年便高中状元。人人都说顾慈是文曲星下凡，10年痴傻和哑巴娘子不过是此遭渡劫的磨难。郡主求旨下嫁时，老夫人递来一纸和离书。这次我不再闹着找顾慈，只是平静地接过，转头收拾行囊。这些田产庄铺，你收下，往后再嫁。也有1磅。女使捧上木匣，和离书下是厚厚一层多得吓人的银票和地契。端坐上位的老夫人叹了口气：别怪祖母狠心，此儿是苦了20年才得来如今种种，夫妻一场，你只当可怜猫儿狗儿，成全他罢。我对上老夫人歉疚的目光，笑着摇了摇头。老夫人是个宽容慈祥的好祖母。我同顾慈成婚3载，府中唯有她，从未因我的出身和缺陷而轻视。她会在人前人后维护我，为我准备冬衣，关心我是否适应，也会为我生病担忧，因我遭难落泪。顾慈有什么，我就有什么，从始至终将我当作亲孙女对待。只是食指尚有长短，比起最疼爱的亲孙子，我便微不足道了。从前顾慈是傻子，我出身不显，口不能言，相貌平平，都不是什么大事。可如今的顾慈是陛下钦定的状元郎，人人称颂的文曲星下凡，得芷宁郡主倾慕，亲自求旨赐婚。而顾慈也早就不喜欢我了。2年前他为救我被砸伤后脑，醒来后失去了许多记忆。他不再用独一无二的亲昵语气喊我姐姐，不再用亮闪闪的眼眸看着我，拉着我满院子疯跑。从我抬手就知道要给我递什么药的小傻子，变成嫌恶我身上药味大的顾公子。老夫人强压着，没让他立刻休了我，但他也搬出我们的院子，在书房宿了2年。当年他拉着我亲自布置的房间，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试过无数种方式，都没能让他回忆起任何有关我的事，也没能让他再喜欢我一次。向来厌我的顾慈表弟说，只有傻子才会喜欢乡下来的哑巴，知书达理的大家千金才是顾慈会喜欢的女子。我偏不信邪，丢下医书，学着千金小姐的样子，学女工，学规矩，看书写字。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就像我再努力都做不出附庸风雅的事。我做的帕子荷包堆叠落灰，也没得他半分青睐。老夫人看不过，装病让他陪我上香祈福，为我制造与他独处的机会。谁知半路遇上被山匪拦路的芷宁郡主，英雄救美，一见倾心。我早该明白，那一刻起，我与顾慈的缘分就该断了。顾慈回府时，我刚从老夫人院里出来，他急着向老夫人报喜，步履匆匆，险些在拐角处相撞。我先一步低头避开，白衣身影掠过，带起一阵微凉的清风。我定了定神，正想离开，脚步声顿住，身后传来顾慈微凉的声音：拿了什么？按在木匣上的手紧了紧，和离书是他赶考前准备的。我亲眼见他一字一字写完，按好手印，最后放进木匣。老夫人硬不下心，生生挨到圣旨赐婚，实在没了法子才给我。先前他为我说和装病的事，已让顾慈不悦，若是让他知道，不定再生厌弃。我面不改色的比划，老夫人给我的头面，你要看吗？做事要打开。他果然制止，不必，先差下人送回去，我有事找祖母商议，你一起来。话毕，他吩咐一旁的女使接过我手中木匣，随后继续朝内院走去。他不看我，我无法拒绝，只好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。余光暗自打量，3月不见，他愈发沉稳，身姿如松柏挺拔，一袭白衣端得清然出尘。如此颜色之下，更有满腹经纶，大好年华，前途无量，的确不该蹉跎在我身上。孙儿回来了，祖母安好。我回过神，与顾慈一同行礼。看到我，老夫人有些惊讶，但很快压下，眉开眼笑的招手，将顾慈叫到身边。报喜人比顾慈回来的早，他高中状元的消息，府中早已知晓，需要商议的唯有与芷宁的婚事。侯府老侯爷，芷宁的祖父，近来不大好。侯府的意思，未免生变，还是早些成婚为好。顾慈说这话时瞥了我一眼，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安分守己。先前我做了许多蠢事，为阻拦他与芷宁相会，结过他的信，给他出行用的马下药，结果不慎害死了他最喜爱的小马驹。和离书便是那时有的。换作3个月前，我或许真的会不自量力的大闹一场。哑巴真要闹起来，也是震天响的。顾慈早就被我这个哑巴闹得害怕了，他特意提点叫我过2日回家，对外说是省亲，实则怕下堂妻的名声传扬出去，对顾家不好，更影响芷宁。待我离开云州，心腹进门，久而久之，人们自然不会再记起顾家曾有一个叫江真婉的哑巴夫人。江家不过是乡下庄稼户，远在云州之外百里，原是到顾家这种人家里做奴仆都不配的。奈何顾慈对我倾心，那时他还是个傻子，身边有个恶奴，恶奴好赌，欠下巨债，竟将痴傻的主子哄出府外，卖到黑马寨。黑马寨是当时云州城外颇有名的匪寨，过路的行商被抓到，不抵进去半身家产，那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因着有些抓药看病的本事，被一个同乡堂兄哄骗上了山，专给寨主治头风。15岁的顾慈细皮嫩肉，
生得极为好看。寨里尽是些下流货色，没见过几个漂亮女人，他们会故意戏耍羞辱她。顾慈是任人欺负的傻子，我也不过是自身难保的哑巴，夜里睡觉都要用桌椅抵着门，不敢睡熟。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把松子糖，教他夜里在狗窝睡觉不要哭，免得又是一顿毒打。这世道谁不是活得艰难险阻？我没有富余的同情心，真正入眼是有一日夜里寨主犯头风，喊我去，我去了，面对的却是发了狂的男人。不是犯头风，是喝多了借酒发疯，熏天的恶臭扑面而来。我手脚麻痹，浑身都在颤抖时，压在身上的男人忽然倒下，而后我看到了顾慈，他身上的衣服稀烂，脖颈还拴着铁链子，裸露的皮肤上满是伤痕。不知为何，他的家人一直没来赎他，寨里的人便越发没顾忌，对他非打即骂。一个傻子，自己都怕得要死，还想着保护别人。他甩开手里的东西，把寨主推开，紧紧抱着我，口中说着不怕不怕，时不时飘出几声哄小孩的小调，也不知是在哄我还是哄他自己。心中的那点恐惧竟真随着他拙劣可笑的轻哄散去。那晚黑马寨起了一场无名大火，我趁机带着顾慈逃了出去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顾慈跟着我生活，他不记得名字，不记得家，也不记得亲人，我养活自己都费劲，本不想带他，可不知为何，每次想丢下他都无法真的狠下心。或许是他喊我一声姐姐，或许是长这么大只有他会问我疼不疼，又或是那年隆冬极寒，而我太贪恋那一点来之不易的温暖。稀里糊涂过了大半年，顾家人找上门，我才知他是云州顾家嫡子。那天顾慈久违的哭闹，说什么都要带我一起走，谁劝都没用。看他挣扎着扒在门框上的指尖渗出血，我还是没办法狠心。这些年顾府人最初都笑我不择手段，妄想傍上顾慈改天换命，后来又笑我机关算尽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面对顾慈冷脸的2年，我自己都快忘了。最开始是他要带我回家的，我走的那天，顾府正为顾慈高中宴请，顾慈在前厅会客，远远见他在人群间侃侃而谈，不卑不亢，熟悉的眉眼却再也找不出从前的半点影子。老夫人握着我的手，苦口婆心地劝我忘记顾慈，忘记云州。好孩子，是顾家对不起你，云州是伤心地，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别再回来了。他原要亲自送我出府，中途管家来了，耳语几句，他面露难色，说是有贵客至，只好叫管家相送。其实我听到了，是名家来人。老夫人走后，管家忽然告罪，说是前院有事，不能送我。我没说什么，几步路送不送都一样。来时顾慈牵着我的手，正门堂堂正正进，如今背着来时的包袱，侧门冷冷清清走。从前有人说我命贱，再好的东西摆到手里，迟早也会失去。彼时的我不信，打了那人一巴掌。现在我信了，命这种东西还真是挣扎不得。有些人有些事不是强求就能挽留。我转身离开，只是没走出几步，便被人当街拦住了去路。你就是江振晚？身前的女子衣着不凡，身形比我低矮几分，望着我的眼神却高高在上。我点了点头，她上下打量了我2遍，满眼倨傲，恩赐般开口：我家主子要见你。视线越过她，落到不远处装饰华丽的马车上，车里的人掀起车帘，微微一笑：别来无恙，江小姐。见过芷宁，我才知道什么叫东施效颦。且不论倾城貌，她是真正金尊玉贵的千金小姐，足够的平易近人，也压不住满身金贵。不是我学几日礼仪，绣几个荷包手帕能比得上的。她2回见我，2回说了对不起。上一回是顾慈的马被毒死，顾慈恼怒要惩处我时，他对我说了第一句对不起，归根结底是我之过。他温声软语劝下顾慈的怒语。一个女子想要得到丈夫的怜惜，并不是错。这回他当街拦下我，说了第2句：江姑娘，当真对不住，是我与顾郎对不住你。说着，他下了马车，忽然跪倒在我身前，饶是我再迟钝，也觉察出不对劲来了。郡主之尊，竟当街哭着给我下跪。我连忙要扶他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闻声人已至，顾慈眉头紧蹙，上来拉开我，攥着手腕的力道，像是要将我的骨头捏碎。顾郎，你别误会，不关江姑娘事。听到芷宁开口，顾慈甩开我，转而半搂半抱扶起她。这么会儿功夫，周围人群渐渐围聚。芷宁的婢女突然指着我发难：偷了东西还敢逼郡主下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芷宁急促地咳了2声，厉声打断：金珠，住嘴，不许胡言乱语。她满脸焦急看向顾慈：顾郎，你莫要多想。方才我是想道谢，江姑娘救过你，便是我的恩人，理应受我一拜。遮掩闪烁的言辞，无异于告诉所有人，事实并非如此。青竹一副见不得主子受屈的模样，立刻站了出来：孔公子误会，奴婢越俎代庖，多说几句。这位江姑娘前日在贵府老夫人跟前大闹一场，
老夫人才给过他1000两补偿，承诺抬举他做平妻。耳边嗡的一声，我不可置信的抬眸看向芷宁。顾府门口就敢颠倒黑白，他仗着什么？乡野村妇，贪心不足，今日竟趁宴席忙乱，盗窃老夫人房中的地契。老夫人气得快要晕倒，才求我们郡主私下帮忙处理。郡主心善，好言好语劝他归还，可他拿公子的名声威逼郡主，要郡主给他下跪，求他回去。若不是为公子，我们郡主哪里会受这种委屈？婢女的控诉掷地有声，一旁的芷宁似乎终于不堪重负，落下泪来。我能感受到周遭投来的异样目光，不用去看顾慈，也想得到他的反应，总归不会信我就是。果不其然，他一句话也没问我。来人，搜身。顾慈的语气很冷，他的脸仿佛结了一层冰碴，冰得人心头一颤。小厮领了命，上前抢过我的包袱，单薄的包袱被粗暴拆开。小厮动作有些急，不管不顾，我听到布料撕扯的声音，是唯一一件衣裳被扯坏了，翻来覆去，衣袖里都翻了好几道。在芷宁逐渐焦急不安的眼神下，小厮终于翻出一张纸，青竹没发现不对，一把抢了过去。人赃并获，我看你还如何叫？他的话堵在了喉咙里，看清楚那张纸，他自然说不出什么来了。老夫人给我的那一匣子东西，我只带了一份和离书，非我高风亮节，不受黄白，只是我要去的地方用不着那些。若非如此，大庭广众之下真的被人赃并获，我一个哑巴怕是要冤死。这个结果震惊不止青竹，我同样想不通，老夫人为何会联合芷宁来算计我？我还以为至少她是真心的，终究又自作多情一回。我无声自嘲，看向顾慈比划，我可以走了吗？顾慈的脸很难看，被人戏耍一遭，再好看的脸都好不到哪里去，那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包袱里的东西散落一地，我捡起囫囵塞好，转身离开，不再去管身后顾慈明显不悦的问询和芷宁慌乱的解释。街景和人影走到了身后，眼前只剩一望无际的天，一切就要结束了。慢着！混着木轮碾压过地面的声音，略带沙哑的男声响起。我身形一僵，那道声音再次响起，证实这不是我的错觉。经此一事，顾兄往后怕要对姑娘愧而不忘啊！好手段。我缓缓回身，说话的男人映入眼帘，他坐在轮椅上，半张脸遮掩于面具之下。哪怕如此，哪怕只有半张脸，我也认得出他。七皇子萧凌。是了，他的母亲出身名家，芷宁是他唯一的表妹。上天还真是不公，同一场大火，我失去了唯一的亲人，他却只留下一双腿和半张脸。起风了，我不自觉打了个冷颤。你一点都没变，阿婉。萧凌一脸怀念地看着我，率先接话的是芷宁。凌哥哥，你们认识？萧凌笑了笑。阿宁，你该唤他一声嫂嫂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，顾慈冷若冰霜的面容也有几分错愕。殿下可是认错了，他名叫镇婉，是在下的房内人。顾慈第一次在人前承认与我的关系，居然是在这样的场景下。我不合时宜的神游，想起5年前的萧凌，说来可笑，方才萧凌这一句也是第一次。那时他可是恨不得杀了我给他喜欢的人让位。我很早就发现顾慈没有失忆的事，没拆穿他的谎言，是因为我也骗了他。我本是丞相府唯一的千金小姐，不是乡下庄稼户江家的女儿。说起身世，算是坎坷。4岁与家人走失，11岁回家，家中已多了一位妹妹。丞相夫人无法接受将我丢失的事，几近疯魔，于是丞相做主，从夫人娘家那边过继了相貌性情与我相似的孩子，代替了我。父亲早知我流落乡野，可母亲浑浑噩噩，只认一个女儿，他便从不曾想过要接我回家。那一年，与相府千金有婚约的七皇子萧凌被人下毒，半身瘫痪，他们才来认我，要我顶替妹妹去照顾萧凌。萧凌性情暴躁，中毒后更不喜旁人近身，打死数名宫女太监太医后，他指名道姓，只许自己未来的皇子妃亲近。我刚到他身边时，每天都要挨打。比起宫女太监，他更不喜欢我，因为我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。一个乡野村姑也配碰本皇子？他嫌弃我粗鄙，不懂规矩，但我实在抗揍，十足的厚脸皮。他骂我一句，我掐他一把；他扇我一巴掌，我回他2巴掌。他半夜发疯不睡觉，我就当着他的面吃自己做的飘香10里的美食。不过我也有在好好照顾他。他不爱喝药，我给他做饴糖哄他喝。他心情不好，我推着他去晒太阳，背着他爬树，爬得高高的，看到宫门之外，他的心情就会变好。心情好了，病才好得快。丞相说，等他的病好了，就会送我回家。亲生爹娘不要我，我从未因此难过。我有爱我的爹娘。庄稼户江家有一对夫妻，是我的爹娘，他们收养我，对我很好很好。他们在等我回家，试药也好，给萧凌擦身体，倒夜香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没什么苦痛是爹娘的怀抱抚平不了的。为了能更好的照顾萧凌，
早日回家。闲暇时间，我不是跟在太医身后，就是窝在房里看医书。萧凌的身体逐渐好转，对我也多了3分好颜色。直至完全好起来，他的母妃便找陛下要来圣旨，定下了我们的婚事。萧凌开始恨我，他自小倾慕那个我名义上的妹妹，他觉得是我回来抢走了属于他的一切。一个乡野村姑，凭什么做我的皇子妃？萧凌说话很难听，他不遗余力地反抗，故意在宫宴上让我穿不合适的衣裳，扯坏我的头发，出宫将我丢在半路。其实他只要去求陛下，陛下一定会同意他娶心爱之人。后来我想清楚了，他是故意的，为了帮心上人出气。若是无缘无故找我麻烦，旁人会说他仗势欺人，甚至于攀扯到心上人。但他为了反抗婚约，满京城的达官贵人似乎都深有同感。贵为皇子，却连婚事都身不由己，真可怜。不怪他，怪我不够大家闺秀，不会诗词歌赋，说话粗鄙不堪。爹重病的消息传来那天，萧凌刚勒令丞相将我禁足，因此我错过了家中传来的信，错过了见爹爹的最后一面。再后来，我忍无可忍，半是逼迫，半是恳求，求丞相替我求旨解除婚约。可萧凌不打算放过我，他抓了我娘进京。我不知道他那次又是怎么打算折磨我的，来不及知道，他遭遇刺杀，一场大火将一切吞噬得干干净净。我娘连同他的阴谋诡计全部埋葬在那场大火里。我恨萧凌，更恨自己，明明就在火场，为什么救出了萧凌？为什么没有救出娘亲？萧凌昏迷不醒，我精神恍惚逃离京城，混在难民堆里走了不知多久。某日遇到江家村的同乡，被骗上了黑马寨。那会儿我才发现我说不出话了，找不到病因，也许是太久没说话，也许是上天的惩罚。我的这张嘴惹下太多祸事，得罪皇子，又得罪相府的千金小姐，见不到爹最后一面，害死娘亲，都是我惹下的祸。该死的是我，可最该死的我，历经生死，仍在苟且偷生，还敢贪恋光亮温暖，遇见一个傻子，仗着他傻，利用他取暖重生。因果有轮回，我骗了他那么久，所以他开窍后骗我。我不怪他，世上本没有什么是我的，人不该贪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可惜我总是执迷不悟，撞得头破血流，是我活该。真没想到，江姑娘与林哥哥还有这等前缘。只凝变脸的本事实在叫人汗颜。那天的事，萧凌一句话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，可实际怎样，大家心知肚明。我多看他一眼都觉得烦，他却能面不改色，亲亲热热来寻我，好像不曾有过芥蒂般。你们不知道，这些年姑母给林哥哥相看了多少千金小姐，他就是不满意。原来是心里早有人了呢。看着他依旧温柔的笑面和顾辞故作无事的冷漠，心底涌上一阵厌烦。余光瞥到萧凌的身影，我躲开他伸过来的手，转而面向萧凌，对他笑了一下。他的眼底浮现一丝笑意，但很快没了，因为我一巴掌打到了他脸上。芷宁的惊呼声惊醒了呆滞的萧凌，后者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他的面具被我打掉了，面具下的半张脸整个露了出来，半张面皮上是成片的疤痕。5年前那场大火给他留下了另一道伤疤。我扯起唇角，明晃晃地挑衅着做了个口型，狠，丑。时间过得太久，他似乎忘记了，我也是个不输他的睚眦必报的性子。这3天来，他从未提及自己身上的缺陷，看似豁达大度，实则他的住处一面镜子都没有。你放肆！芷宁最先出声，他算得上萧凌亲近之人，自然是知道萧凌忌讳在人前露脸的，当即发作起来，动作透着急不可耐和幸灾乐祸的意味。来人，将他拿下！闭嘴！谁都没想到，向来疼爱妹妹的萧凌会斥责他。他这么对你，你还维护他？芷宁不可置信，萧凌没理他，沉着脸道：滚！他还想说什么，萧凌加重语气重复：都滚出去！芷宁不情不愿地拉着顾辞往外走，我看了一眼，正好对上顾辞担忧的视线，没在意，收回视线，假装没看到。我也跟着往外走，但被萧凌拦住，他握住我的手腕，手心冰凉，语气平静的有些不正常。很丑吗？我毫不犹豫地点头。打下他面具之前，我就做好面临他的怒火的准备了。我就是要激怒他，既然强留我，就不怕被我折磨。就在我以为他要发怒时，他又问：你喜欢顾辞那张脸？我愣了愣，没点头也没摇头，却被他当作默认。如果我也有那样一张脸，你是不是就愿意嫁给我？我微微垂眸，和顾辞在一起，我总是需要仰视，但在萧凌身边，总是我更高。他一开始瘫痪，现在腿残，低头看见他难得流露的脆弱，心底没有垂怜，唯有厌烦。这一刻，我好像理解了为什么顾辞宁愿假装失忆，也要甩开我，仗着身体残缺摇尾乞怜的人，原来这样让人厌烦。我甩开他的手，长时间没开口的声音嘶哑晦涩，但一字一句格外清晰：你一个废物，凭什么娶我？那日过后，萧凌没再戴过面具，像是为了惩罚我那天的恶言。
整日在我眼前晃荡那张满是疤痕的幼脸，假装不在意，眼神又小心翼翼地试探。我没耐心去想他这些行为之下隐藏的心思。他此来云州是来送芷宁出嫁的，婚事办得紧，要赶时间，等不及顾家人进京，时间紧，场面却不马虎。凤冠霞帔，十里红妆，宾客云集，顾辞极少穿鲜明的颜色，金丝银线绣成的喜服衬托下，让他身上少了几分往日的疏离感。他一步步走过来，恍然像是回到3年前我们那场从头到尾荒唐的婚礼。顾辞做了一个噩梦，我和别人成婚，离开了他。醒来后，他大病一场，哭闹不止。为了哄他，一夜的功夫，老夫人布置出简易的喜堂和婚房。顾辞傻乎乎的办家家酒似的走完仪式，时移世易。此刻他的红绸另一端牵着他真正要相伴一生的妻子，没有不合时宜的傻笑，没有紧张窘迫到摔倒的笑话。前几日被我气晕倒的老夫人，此时神采奕奕，稳坐高堂，看见我跟在萧凌身边，依旧面不改色，笑得很是慈祥。大户人家的温情是少有的，儿女子孙都不够分，哪里会轻易将真心给外人？我总是吃一堑再吃一堑。一拜天地。我顿觉无趣，借口出宫，出了门。我走得急，没注意到夫妻对拜喊了2遍，身边跟着萧凌的人没有散步的闲情逸致，随意寻了一处僻静避光的地方静坐。昏昏欲睡时，有人误闯到跟前，年纪不大，看起来挺面生的。他像是没站稳，摇摇晃晃摔倒在我身上，手里却悄悄递来一个纸条。我默不作声收下，没叫人看出端倪来。寻机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后院。今日顾府人流多，萧凌的人对这里不熟悉，跟着我拐到了后院，也没察觉不对。一进院，萧凌的人就被人从身后敲晕了。我闻声望去，一身大红喜服的顾辞就站在那里看着我，神情复杂，似怀念，似悲怆。这种情绪没有困住他太久，他很快恢复往常的淡漠。随我来。顾辞示意我进屋，屋里早就备好一套粗布衣裳，他在门口等我换衣裳，一边叮嘱：我送你从后门走，你跟着送菜的老伯出城，包袱里有银钱，他恐怕不会轻易放你走。城门口会有人接应，你跟着他们南下，他们会护你平安。这次你要听话。我猛地推开门，将他未说完的话堵了回去。为什么帮我？太多年没说话，我的声音仍是沙哑的。顾辞一路都没再说话，不知是震惊还是气愤被我骗了5年，直到临别他才开口：对不住，是祖母和芷宁设计你。我欠你一句道歉。我猜他要说的是庄失忆的事，没想到他说了另一件事。祖母承认是他给追风下的药，追风出事与你无关。抱歉，让你受委屈。追风是他的那匹爱驹，这几日反应过来，我有所猜测，但还是没忍住多问了一句：我本就是要离开的，老夫人为何多此一举陷害我？顾辞闻言，脚步一顿，因为我没听懂，再想问，他已经往前走了，后门近在咫尺。我戴上草帽，跟着候在门口的老伯离开。风中隐约传来一声呼喊：姐姐。很轻，风一吹就碎了。于是我没有回头，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想顾辞那句因为我的意思。离开云州的第3日，望着家的方向，忽然想明白，老夫人和芷宁都忌惮着我，他们都在怀疑顾辞对我留有旧情，用尽手段要把我变成一个不择手段的毒妇，好让顾辞彻底放下我。老夫人何等敏锐，我都能察觉到顾辞没有失忆，她只怕比我更早发觉。或许她以为顾辞有一日会突然旧情复燃，总之都不重要了。我没有去找顾辞安排接应的人，受顾府庇护许久，如今算是扯平，再麻烦他的人实在不合适。况且萧凌是什么人，我比顾辞清楚，躲到天涯海角也总有被找到的一天。我有一定要回的归处，云州到江家村的路多泥泞，我买了一匹马，白日赶路，夜里住店，花了足足6日，终于看见熟悉的村落。先是去爹娘墓前跪拜，当年匆匆将娘下葬后，我再也没有回来看过，很多话憋在心里，如今也不知怎么开口，最后只说让他们再等等我。很快我们一家3口就能团聚了。磕完头已近黄昏，下山，村子早被黑暗笼罩。我顺着没怎么改变的路，循着10几年未曾回的家门，村子里安静的诡异，犹如整个村庄都陷入了沉睡，连呼吸声都微弱。终于我找到了那扇破败的木门，抬手，门却从里面被人拉开，霎时灯火明亮，狭小的院子里挤满了人。我想过会很快再见萧凌，只是有些意外，看见他身旁雍容华贵的妇人。我的儿，娘终于找到你了。丞相夫人满脸泪水扑向我，我僵硬地任由她将我搂进怀里。正如先前说的那样，对她这个我血缘上的母亲，我感情欠缺。比起假人假面的芷宁，她是真的被养得天真无邪。失去女儿之前，她的世界只有夫君；失去女儿之后，她的世界又只剩下女儿。我不恨她，也不爱她，对她，我永远只能奉上尊重。夫人，保重身体。大概是我疏离的语气刺痛了她，她松开手，难以接受地凝望着我。阿婉，
你是不是还在怪娘？说着，他又要哭了。我摇摇头。夫人，您没有亏欠我，是我不想再与从前有任何牵扯。如果您真的觉得愧疚，那就回去吧，不要再找我了。这是现在的您唯一能为我做的事。他不知所措地立在原地，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。沉默良久的萧凌这时上前打圆场。阿婉，夫人不会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。比起他，我最不想看到的人是你。殿下，你我毫无干系，何必无谓纠缠？说罢，我不再理会他们，错身进屋，托他们的福。屋子已被提前打扫过，家中没什么灰尘，只是许久不住人，怎么看都没人气。他们不离开，我便自顾自的生活做饭，一整日没吃东西，腹中空得很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。晚上睡不着，在屋里走动消食。有人从外面敲了敲窗，隔着木窗，萧凌有些闷的声音传入耳中：你今日说的毫无干系，我不认。我们是父皇赐婚的，在祖宗牌位前和过八字。今生今世，你注定是我的妻子，永远不可能毫无干系。赐婚圣旨，陛下已亲口作废。那时你喝水呛到，骑马摔倒，小病缠身。你我八字不合。他一出事，我就要去抄佛经，在祠堂熬夜抄经的夜晚，至今记忆犹新。萧凌咬牙切齿道：和我八字不合，何故辞就合了？他停妻再娶，又是什么好人？话锋一转，又说：阿婉，我不介意你跟过他，随我回京吧。我们还像从前一样。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？是他高高在上，百般嫌恶；是我受人挟制，失去所有。深深的无力感席卷而来，我方才竟想和他这样不讲道理的人争辩。殿下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请你如实相告。他急忙道：你问什么，我都答你。当年你想绑架我娘，威胁我做什么？他像是在回想，好半天开口：丞相求陛下退婚，我去找你，你不肯见我，正巧遇见他在相府门口找你。我只是想让你来见我一面。退婚是你所求，不是吗？为何要见我？因为我发现我舍不得你。舍不得我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可笑，便真的笑出声来。听见我在笑，他就像是被踩到了脚，一拳砸在窗上，藏在缝隙里的灰尘簌簌震落。他反指责我：你那是早知我喜欢你，却看笑话一样看我做错事。你若是在发觉我的心意时提醒我，提醒你会如何？萧凌，我冷笑着打断他：不要高看自己了。我若是真的提醒你，你只会加倍羞辱我。他不甘：你不是，怎知我不会改变？我没有那么不自量力，你也只是一个恶人。萧凌不说话了，窗外很久没再有什么动静。我以为他终于能听懂我说的话，可第二日在马车上醒来，我知道我还是高看他了。他绑我去京城，丞相夫人也默认了他的行为。从前种种是我不好，以后我们重新开始。马车熏箱里放了迷药，我浑身无力。他将我的上半身摆进他怀里，手里拢着我的一绺头发，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着让人心惊的话：民间有位神医经通换脸术，你喜欢顾慈的脸，我就把它抢过来套上，好不好？阿婉不爱吃他做的菜，那便杀了。被萧凌囚禁的第3日，我没吃早膳，他要杀人。厨子战战兢兢跪在地上，声音凄厉地求我吃饭。这是萧凌一贯用的手段。当年只要我反抗他的欺辱，他就会拿工人的性命要挟。我再不怕他，最后也只能妥协。他观察着我的反应，试图故技重施。可我没看向厨子，也没看他。他要杀人，那是他的杀孽，与我无关。我想回江家村找爹娘，他已拦过我2次，这是第3次了。克制着没杀他，全因手里迷刀。他要带我去京城，他说相府也在找我。你娘的病好了大半，她记起你了，说对不住你。我只理会了他这一句，认真的比划，她不是我娘，丞相夫人生养我一场，对我有生恩，仅此而已。我们的母女情分，在4岁那年，她忙着哭丞相被逼纳妾，把我丢在街上时就尽了。至于恩情，在她维护她以为的女儿，处处刁难我的时候，也还完了。我们两不相欠，没有再见面的必要。萧凌的纠缠，大抵是心理扭曲。当年我离开京城后，他并未如愿娶到想娶的那个人，他断腿毁容，相府的那位小姐在他昏迷时就另许婚约，兜兜转转，终究什么都没得到。他自己沉浸在过去的辉煌，活得痛苦挣扎，怎么会放过我？一场早膳不欢而散，午间芷宁和顾慈来了。我们成婚生2个孩子，儿子像我，女儿像你。
你叫他们学医，我叫他们……他想半天，终于发现他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长处，只得说：我叫他们怎么爱你？他俯下身，眉心对着眉心。我害你失去了一个亲人，以后我全都补偿你。我闭上眼，不去理会一个疯子顾家获罪入狱的消息，在入京时传到我这里，让我得知这件事的是芷宁。他守在萧凌的王府门前，一见到马车便跪地乞求：林哥哥，你放过顾慈吧，女儿求你了。成婚后，芷宁从顾家取用了一批布料送到宫里。2日前，宫里接触过这批布料的贵人，一夜间全部暴毙，顾家因此下狱。芷宁有侯府和贵妃作保，领了一道和离圣旨，得以全身而退。昔日温婉端庄的人，仪容凌乱，在地上磕得头破血流也不在乎。我听到消息，就知道此事与萧凌脱不了干系。他未必不知真相，只是走投无路，也想赌萧凌会不会对他心软。答案是不会，不仅没答应他，还将他软禁在府里。目睹这一切，我只觉得萧凌完全疯了，幼时眼睛都不眨打死那么多工人的人，在经历漫长的病痛折磨之后，终究变得愈发极端。他真的找到了传闻中精通换脸术的江湖神医，怕发生意外，还提前找了2个人试验。在此期间，他入宫求了旨意，带着聘礼到丞相府提了亲，一切尘埃落定，顾家流放的处罚也随之颁下。顾慈被悄无声息换进了萧凌府里，芷宁每天都在哭闹。我去见过他一面，他告诉我，萧凌是因为我才会牵连顾慈，他要我以死相逼，换顾慈和顾家所有人的性命。是我爹用顾家满门性命要挟，他迫不得已才娶我，他只爱你啊！江姑娘，我求求你，只有你能救他了。见我始终无动于衷，他转而破口大骂：顾慈瞎了眼才会看上你，你根本不配他的爱。他骂人远没有表兄萧凌厉害。我甚至分出心神思考了一下，顾慈究竟有多爱我？只记得他装失忆，一次次贬低我的话语，或许有，但这份爱显然是被放弃了的。我走远后，还听见芷宁咒骂萧凌的话：萧凌，你何时做妾，不得好死！